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，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。 最近呢在研究素食，看了几篇食品制作相关的书籍哦，对于素食呢有了一个新的思路，发现这些素的豆制品呢原理其实都相同，把它们改变了形状，添加了香料风味，再添加了不同质地口感的胶合物，就可以变化成各种不同品名的素食豆制品了。素食的鸡鸭鱼肉牛随便他们叫，但其实原料大同小异，都是相同的。我今天算是做出一个最基础的原型，不过也因为这次做素鸡的过程，我发现市售的这些素鱼、素牛、素鸭基本上通通都是添加物跟香料，如果把添加物通通都拿掉，基本上就是今天分享的这个基础版的素鸡。赶快来看看到底怎么做素鸡，所有材料配方就请大家自行荧幕截图，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，需要的朋友点开资讯栏就可以看到。其实主角呢就是这个豆皮，之前有分享过自制豆皮的做法，懒得自制豆皮的呢就买市售新鲜的豆皮，用新鲜豆皮呢是最简单的方式，因为它已经是软化的状态。如果住台湾的朋友，我还蛮推荐你买船柜的豆皮，品质真的很不错，我自己很喜欢，然后又没有防腐剂，买回来是冷冻的状态，要先退冰。如果不用新鲜豆皮制作，也可以改用千张腐皮、腐竹，通通都可以，因为这些豆制品基本上都算是从豆皮衍生出来的。为了好保存，它们都是比较干燥的状态，所以必须先把它们软化，比如说用碱水或是用食用小苏打粉，不只是泡软，甚至需要加热一下，让这些百叶、腐皮、腐竹都可以彻底的先被软化到接近新鲜豆皮的质地，然后再把它们重组就可以。像这个是泡软的腐皮，让它彻底软化之后，可以切丝或是整片卷都可以。不过这些干燥的豆制品都需要前段软化的动作，我觉得稍微麻烦了一点。我今天就示范最简单的方法，直接用最新鲜的豆皮就可以来制作了。先来调个腌制豆皮的酱汁，因为做素鸡嘛，通常是有味道的。市售比较复杂因为它想要模拟鸡的味道，所以会加很多的香料，甚至想要有鸡肉的口感有些厂商还会添加各种不同的化学胶合物，比如说卡德兰胶。自己做当然单纯很多，我们没有要添加那些东西我们就把新鲜豆皮加入腌料当中拌匀，很快这些酱料都可以吸收。如果想要更健康的版本，甚至可以加一点点胡椒盐调个味就可以，或是做成原味的，什么调味料都不加。卷的时候可以用寿司卷帘辅助一下，表面可以铺上一块棉布或是干净的纱布、棉布袋都可以，直接把腌入味的豆皮呢摊开来铺在棉布的上方。我这一卷呢一共用了6片的豆包，如果想要做成更大的一卷，可以增加豆皮的分量。我这个方法是用整片卷的，你也可以把它切成细丝或是块状再卷。这个整片的卷法呢应该算是最简单的，就把堆叠好的豆皮呢整理一下。接下来就有点像是在包春卷寿司的做法，反正就是想办法把这些豆皮呢卷成一个圆柱状。这里的重点就是要尽量包紧，压紧，成品才不会散开接下来最好用棉线把它绑紧，我直接用耐热的细胶束带，像帮素鸡系上腰带一样，尽量把它们束紧。等等透过加热的过程，组织会再度的膨胀，然后又会冷却收缩，这样子一来一回，豆皮就可以改变形状，重新组合。可能会有些人想问，这个细胶束带我是在网络上面买的，记得要选耐高温食品级的绑紧之后，我们就要准备来加热，任何蒸的工具都可以我直接用 Instant Pot 蒸的功能来蒸，直接设定低温蒸5分钟就可以。你用水波炉蒸的功能啦，或者是一般的蒸炉都可以大概蒸个20到30分钟，就直接蒸到整个行程结束就可以。再来示范另外一个有造型的，可以直接把豆包或是豆皮撕或切成条状，想切成小块状当然也是可以，主要就是要让它好塞入模型。这边一共有2片的豆包，本来想找个鸡的模型，但找不到，只找到了熊，没有素鸡，素熊总可以吧？好期待看看素熊
做出来会是什么样的形状？诶，怎么小心上身了？妈妈，我想吃素鸡。小心你快退下。好，妈妈回来了。重点就是要塞紧，塞紧，塞紧。说3次应该知道要塞多紧了吼。因为塞得越紧，它的结构就会越扎实，外表形状的细腻度才会出来。为了让它维持那个紧密度哦，我再用一个棉布袋把它外表包裹一下。因为蒸的过程，豆皮会再度的膨胀，然后再收缩，所以怕它膨胀的时候变形。那这个我用传统电锅来示范哦。电锅外锅加入1杯水，直接蒸到跳起来就可以。蒸好的素鸡要彻底的放凉哦，甚至可以放入冰箱冷藏加速冷却，反正就是要让它做到冷缩的动作。大家可能会觉得我这一条比较淡，没错，好眼力。这条呢我是没有调味的，没有调味的很适合拿来红烧或是卤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这个素鸡，长得跟市售的真的没有什么差耶，很有成就感呢。如果有的人做的素鸡很容易散掉，就是压得不够紧实。基本上只要绑紧哦，这个豆皮一定可以重新再组合成另外一个形状。来看看这个素熊，1、2、3，揭晓。为什么它长得这么可爱呢？我太喜欢我做的这个素熊了，我觉得它会大卖耶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整体的质地是非常扎实的哦，不是那种松散的。不喜欢素熊的，你也可以找找其他种类的动物模具。也欢迎大家留言，你比较喜欢哪一种形状的素鸡呢？作答的时候给它注意一下哦，这位在盯着你看哦。完成的素鸡呢，其实吃法很多哦，蒸一下还是煎一下，甚至是炖、卤、红烧、煮汤，通通都可以自行变化运用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前面这2块呢，是比较没有绑太紧的部位哦。没有绑紧呢，看起来就是孔洞会比较多。越往右边绑得越紧，你会发现素鸡质地越细致，光滑度越高。所以刚才前面有再次的强调，一定要绑紧，绑紧之后形状才会漂亮哦。表面直接煎一下，或者是气炸锅气炸一下，外酥内软，超好吃哦。也许会有人说自己做的素鸡口感跟市售的不一样。是啊，一开始已经说到了，市售是加了很多的人工香料去模拟肉的味道，然后加了很多化学的胶合物去模仿不同肉类的口感。所以看是你要比较好吃还是要比较健康，就自己选择了。但不要误会哦，我不是说自己做的不好吃，只是没有市售味道那么丰富，口味变化那么多。但是说真的很有意思哦，大家可以自己试做看看，玩玩看，很有成就感的一个食谱哦。最近呢也在研究面筋的做法，大家有兴趣面筋的制作吗？有兴趣的请留言+1。超健康超有趣的自制素鸡，等你交作业咯。这个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记得分享给亲朋好友，让他做给你吃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자수 아래 우린 Cadillac drive